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17日。最近我睇一篇文章，就係講新加坡嘅華裔啊，就係出現咗身份認同，因為咧隨住中國同新加坡嘅經濟往來越嚟越頻繁，咁啊中國大陸嘅遊客咧去香港都要簽證啊，去澳門都要簽證啊，但係新加坡就唔使簽證啦。新加坡同大陸咧，中國咧係有免簽證喎，今年開始，咁啊結果咧就多咗好多大陸嘅遊客去新加坡玩啦。咁啊好處顯然易見啦，賭場好生意咗。新加坡嘅遊客多咗，旅遊景點咧都多咗人嚇，牛車水啊，即係多咗中國人去新加坡度買藥油喎。咁但係咧個壞處咧就係文化衝突，一來就多咗啦，二來咧就係賊都多咗好多，好多中國去嘅遊客咧被人拉咗，發覺係賊啦、詐騙犯啦，各方面都有嚇，入屋爆格行劫咧亦都多咗，所以福係禍所依，禍係福所倚。正係咁解啦。咁嗱，我睇咗呢個嘅文章咧報導，喺 TikTok 有一個新加坡嘅華裔，佢就係講咗一個問題，佢就話咧明明咧佢自己係新加坡人嚟噶嘛，但係有好多大陸人咧叫佢做同胞，然後他說我不是同胞，佢唔係同胞嚟嘅。咁啊，但係中國人即刻有啲好大反應啦，有啲所謂嘅小粉紅好大反應。你點會唔係同胞啊？你數典忘宗，你嘅祖先都係中國嚟嘅，祖先係中國嚟嘅就係同胞。咁英國人咧，同美國人同埋呢個澳洲加拿大人啦，新西蘭啦，當然仲有，咁佢哋係同胞啦。咁啊，澳洲嘅祖國係咪英國啦？美國嘅祖國係咪英國咧？即係咪可以咁理解咧？如果係咁講嘅話咧，人類嘅起源都係嚟自非洲。咁啊，非洲係咪中國人嘅祖國咧？咁所以一帶一路咧就係捐助咗咁多錢俾非洲同胞，非洲同胞佢哋真係咁講，非洲同胞噶。咁啊，真係慎終追遠啊！民德歸厚啊！咁真係呢個孝子賢孫都係令到老夫都係感到安慰嘅。但係無論如何咧，呢個涉及一個學術概念啦。乜嘢叫祖國？我之前解釋過啦。喺中文嘅典籍裏邊咧，出現祖國係明朝、清朝先有嘅，係形容回教徒。喺清朝嘅時期咧，形容回民嘅祖國咧係聖城，係呢個嘅伊斯蘭嘅起源地，係中東地區。咁所以啦，即使清朝吞併咗新疆，喺新疆建省，佢哋仍然叫新疆回民嘅祖國係聖城嘅。咁即係如果以而家個概念咧，呢個就分裂祖國啦，分裂國家咯。咁因為叫穆斯林嘅祖國係聖城，而唔係即係所謂嘅黃河祖國母親。咁呢個清朝嘅典籍係咁樣嘅。咁現代意義嘅祖國咧 ，Mother Country 咧，就係嚟自英文嘅文獻。當時咧喺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喺上海翻譯出嚟嘅一個典籍，就係話呢個祖國啦 ，Mother Country。咁但係未流行嘅，正式嘅流行喺1903年，梁啟超咧就根據日本人嘅翻譯，因為日本人咧就翻譯咗 Mother Country 好多嘅文獻，然後咧就寫咗好多詩，就係西方人咧點樣形容歌頌祖國嘅。咁然後梁啟超就引用咗，自此之後咧，1903年之後咧，祖國呢個概念咧喺中文嘅圈子裏邊咧開始流行，因為梁啟超咧佢就喺呢個嘅海外咧就係辦報啊嘛，喺加拿大、喺日本、喺美國嗰度咧就爭取一啲中國嘅海外移民或者係當時賣豬仔過去嘅人咧嘅捐助同埋認同，咁所以咧祖國呢個詞咧就係應運而生啦，就係梁啟超嘅努力底下，就係希望咧。喺海外嘅華人咧，認同咧中國大清係自己嘅祖國嚟喎。咁呢個概念係一個好新嘅概念。咁但係呢度衍生一個好大問題啦。咁美國人嘅祖國冇人話係英國㗎嚇，現代社會冇幾多個話美國人嘅祖國係英國，加拿大人嘅祖國係英國嘅喎，喺英格蘭嘅喎，冇幾多個咁講喎。但係咧而家喺美國咧就有好多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即係叫做 American Chinese ABC。咁又係用 Chinese 呢個字。Chinese 咧可以嚴格嘅翻譯就譯做華裔，所以咧喺新加坡咧亦都有所謂新加坡嘅華裔。大家知道啦，新加坡咧有幾大種族嘅華裔啦，第一、第二馬來裔啦，第三咧仲有印度啊、印尼啊，以及咧而家咧就多咗好多洋人。咁所以咧新加坡係一個多元種族嘅國家嚟嘅，就唔存在呢個單一嘅族裔。新加坡嘅領導咧開國元勳就叫做拉野勒南佢係提出咗1965年嘅時期人民行動黨嘅種族綱領，第一就消除咧新加坡華族所強調嘅中華特質 Chinese 即係避免啦。
以避免同其他嘅種族同埋鄰國咧視新加坡為中國嘅海外勢力。第二，賦予馬來裔原住民嘅身份，佢哋原住民，尊重佢哋作為原住民嘅生存權利。第三，喺憲法前咧，各族係平等嘅。新加坡係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同埋多元語言嘅國家，所以新加坡嘅公民咧有英文、有馬來文同埋有呢個嘅中文。當然啦，後來就係將中文咧由繁體字變成咗簡體字。70年代咧，姚宗儀教授寫書嘅時候，仲係用繁體字寫新加坡歷史嘅。咁而家咧就係用晒簡體字啦。聯合早報咧都係用簡體字，啲華語學校咧都係用簡體字教學，呢個都係令人哋唏噓啦。咁但係新加坡都係基於實用主義啦，因為用簡體字就係要同中國交往啦，加上呢個嘅71年之後啦，簡體字就成為聯合國嘅法定語言啦。咁呢個就係亦都係時代嘅一個不幸啦。咁重點就係咩呢？重點就係新加坡咧，點解會比馬來西亞發達呢？呢個係一個好顯然易見嘅原因，就係因為種族平等嘛。種族平等咧，你嘅人才啊，無論係政府嘅官員、學校嘅校長，還是商界嘅人才、公務員，都係咧以能力優先，而唔係以種族優先嘅。咁但係咧，馬來西亞咧就係有無族優先啊。呢個無族優先咧，公務員啊，或者係咧，甚至乎咧嗰啲華校啦，即係呢個嘅華文學校啊，個地位咧就係相對低。你唔係華文學校大學畢業嘅，咁咧你就唔係容易入到去本地嘅公務員體系，咁自然就冇辦法成為政府嘅領導啦。咁所以咧，馬來西亞咧就有保護呢個馬拉人優先、原住民優先嘅一個政策。所以新加坡嘅經濟咧遠遠拋離馬來西亞咧，並唔係一個巧合嚟嘅。呢個種族多元政策就係論用人為才，用人咧係唯才是舉，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嘅。馬來西亞就唔係啦，以種族咧優先。而家咧美國啊、英國啊都有呢種傾向啊，就係種族咧就係因為咧美國、加拿大啊、英國啊就強調種族多元啊嘛。結果咧就係嗰啲戲咧，我睇《Phantom of the Opera》咧，都間硬咧就要有即係呢個嘅女主角 Christine 就要有呢個嘅拉丁裔嘅，有白人嘅，有黑人嘅，可能仲有華人嘅，即係同一個角色咧就要分唔同日子做啦。每個種族咧都做，咁結果咧就未必係以最合理嘅人才咧係做嗰個位置。呢個我覺得好可惜嘅，尤其是坦白講咧，你睇舞台劇咧。你就係現場唱噶嘛，梗係以唱得好為主啦。第一，第二，我覺得梗係要符合咧嗰套劇嘅歷史元素為主嘅。咁但係始終咧，而家呢種左派咧就係強調種族多元啦，就係又過頭啦。種族多元平等係啱嘅，但係快過頭咧，亦都出現咗問題。咁好啦，講翻新加坡嘅華裔嘅問題啦。新加坡嘅華裔咧，佢哋好大部比例就喺呢個嘅晚清時期就去新加坡度發展喎。然後咧留落嚟已經100幾年啦，所以佢哋嘅國家就係自從新加坡喺60年代獨立咗之後，就當然祖國就係新加坡啦。祖國嘅定義係咩呢？第一就係你邊度出世，第二就係你嘅國籍。咁咧可能咧你就係喺馬來西亞出世嘅，你去咗新加坡，咁你入咗新加坡籍，咁你個祖國你可以話係馬來西亞，可以係新加坡，你有雙重定義嘅。第三就係你嘅身份認同啦，即係一個英國人去咗美國。咁你入咗美國籍，你個祖國你唱咗美國嘅國歌，你嘅祖國當然係美國啦。咁但係你嘅身份認同可能係英國嘅，咁你祖先係嚟自英國嘅，你當然可以話自己祖國係英國，呢個係好 personal 嘅嘢，好個人嘅嘢，咁並冇咩問題嘅。但係呢，所謂嘅小粉紅嘅崛起呢，佢哋就係將一啲 personal 嘅嘢，個人選擇就係強加喺人哋身上，要求別人呢一定要認同自己。係即係嗰個政治正確呢一種咧，就係一種道德強迫嚟，即係好似台灣人咁。台灣人咧世代可能咧由明朝時期就已經居於台灣啦。台灣嘅所謂嘅原住民啦，或者係啲嘅舊即係所謂舊住民啦，以前咧就叫半山人啦，咁可能咧根本咧就係太平洋群島嘅人嚟嘅，佢哋世代同呢個中原文化都冇關聯嘅。咁但係咧就係有呢種道德強迫，哇！你是不是中國人？羅志祥就話不要分得這麼細，大家都是中國人，然後就好興奮啦。只要咧你唔認同佢哋嘅主旋律，唔認同佢哋嘅身份認同咧，佢哋就會逼迫你嘅，就會壓迫你嘅。呢個咧而家喺西方咧嗰種所謂嘅極左思維咧，都係咁嘅情況噶。你唔認同呢個多元性別，唔認同咧呢個嘅跨性別人士，佢就會逼迫你嘅，就話你歧視佢，即係話你咧
係呢個嘅 racist， 甚至乎係話你係呢個種族嘅歧視，呢個性別嘅歧視，佢哋就會咁樣去逼迫你嘅。咁所以呢種道德嘅強迫，無論咧係中國嘅小粉紅，還是係西方嘅極左咧，都會有原出一個問題，就係用自己嘅標準去強加於別人身上。所以啦，新加坡嘅華裔、美國嘅華裔，到底佢是否祖國係中國人呢？咁呢個係佢哋自己個人嘅選擇嚟。呢個就係第三個特點。除咗你嘅出生地，除咗你嘅國籍，仲有你嘅身份認同。所以吳彥祖佢當然係美籍華裔啦。林書豪佢當然係美籍華裔啦。而佢哋認同自己係台灣人、香港人，還是係新加坡人，甚至乎係中國人，係佢哋個人嘅選擇。咁當然現代社會呢，就係因為咧好多人要屈服於呢一種嘅所謂政治正確。好似喺英國咁啊，喺蘇格蘭J.K. Rowling 呢個羅琳咧，即係佢就唔認同多元性別，結果就俾喺荷里活咧嗰啲工作人員就抵制喎。佢哋嘅遊戲 Hogwarts 直頭咧係要去羅琳化，電影舞台劇要去羅琳化呢個就係因為佢唔認同多元性別啊嘛，所以結果咧就被逼迫啦，就要即係變成咧 You know who 要去羅琳化，即係 You know who 直頭唔提佢嘅名啊。佢就變成咗佛地魔同樣道理喺中國嗰啲藝人啦如果你唔認同中國嘅主旋律，你就會被逼迫。台灣嘅藝人咧就會被排除出呢個中國大陸嘅市場呢一種咧就係用政治去壓迫你，然後咧用經濟去利誘你，要你屈服，要意圖去消除社會嘅多元性，消除咧呢個個人主義。同樣道理話，新加坡人咧今天咧佢而家面對住中國大陸嘅經濟影響力越嚟越重，喺政治認同上面、身份認同上面，佢哋都會慢慢去蠶食佢，慢慢去逼迫佢嘅。所以呢一種咧逼新加坡華裔表態嘅情況咧，似乎而家咧係剛剛開始，就並非一個獨例嚟，慢慢咧就會越嚟越多呢種衝突。所以咧個關鍵就要讓佢哋知道新加坡嘅華裔就並不等於中國人呢個中國外長王毅都唔會咁認為噶嘛。咁但係咧小粉紅們咧就喺長期民族主義嘅教育底下，認為海外嘅華人都要係華人嚟嘅，都要祖國係中國。如果海外嘅華人祖國就係要中國，美國人嘅祖國就一定要英國，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嘅祖國一定要係非洲。所以 motherland 嘛，國唔一定係 country motherland 你個祖家就要去非洲咯。因為人類以我哋所知就係我哋都係非洲出走說，我哋嘅祖先就係嚟自非洲東部嘅大草原。咁當然啦，再結合咗尼安德特人啦所以亞洲人同埋歐洲人咧又比較多尼安德特人嘅基因。最近我都睇咗好多尼安德特人同埋非洲智人咧，即係現代智人嘅分別嘅。其中一個最大特點咧就係尼安德特人咧個腦袋容量咧就相對較細嘅，所以咧佢哋嘅語言能力咧亦都較差，佢哋只能夠好似動物咁咧發出呢啲嘅單聲詞簡單嘅叫聲。雖然咧佢哋都有樂器識吹笛，但係咧佢哋嘅語言能力係較弱啲嘅。但係現代智人即係我哋嘅祖先，語言能力又強啲，我哋能夠溝通，我哋能夠傾偈，我哋能夠通風報信，所以我哋就活下來啦。活下來咧，先能夠去到非洲去到非洲以外嘅地方，最後去到中國，去到太平洋，去到全世界。咁所以咧不用分得怎麼是，我們都是非洲人，應該咁樣解釋就最合理嘅，好嘛？咁所以我就係認同咧文化認同者，我嘅祖國咧就係即係中國，因為我係認同中華文化嘅。但係咧冇，即使你住喺中國，如果你冇中華文化嘅咧，你唔識儒道墨法，你唔識唐詩三百，咁咧你就唔應該稱得上一個文化嘅中國人喎。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定義。所謂夷狄進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去夷狄則夷狄之，呢個就係長期我所主張嘅。Anyway， 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收費平台 Patreon 就有文字版、聲音檔同埋呢個獨家嘅課堂。今個星期啱啱講完啦，美蘇嘅支援與中國嘅抗日戰爭。咪住，咁最後咧仲有一個宣傳嘅，就係我同陶國璋教授咧舊年出版嘅《再飄零》呢本書咧就已經出咗電子版啦，有電子書，電子版裏邊咧仲增訂咗咧一個新嘅序文啊。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博客來或者台灣啦，有一啲嘅電子書網站裏邊咧就可以購買到嘅呢個《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嘅哲學思考，而家就有電子書啦。咁電子書嘅售價咧係266蚊台幣。
咁瓶裝咧郵寄咧就300蚊。咁當然啦，如果你要寄去海外咧，就要另加郵費嘅。咁所以呢個喺博客來個網站咧，都係能夠買到電子書同埋實體書嘅。就電子書咧就比實體書多一篇文章嚇，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訂閱支持。咁香港而家出版環境咧就難以出到呢啲書噶啦。咁甚至乎香港嘅書展咧都冇入到貨，但係台灣嘅書展咧呢本書咧就相當好賣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知識有價。